此生映出这怀金岛屿的红楼梦。哎，今天那个穿红的是你什么人啊？是我俩姨妹子。看什么？我知道你心里的缘故，想是说她哪里配红的？不是，那样都不配穿红的，谁还敢穿啊？我因为见她实在好得很，怎么也得她在咱们家就好了。我一个人是奴才命罢了，难道连我的亲戚都是奴才命不成？定还要捡实在好的丫头才往你家来。你看，你又多心了。我只是说往咱们家的必定是奴才不成，说是亲戚就使不得了。那也般配不上。怎么不言语了？想是我才莽撞冲犯了你，明儿赌气花几两银子买他们进来就是了。你说的话怎么让我答言呢？不过是赞他好，正配生在这深堂大院里，没得我们这些浊物，倒生在这里。他虽没这造化，倒也是娇生惯养的呢。我姨爹姨娘的宝贝，如今17了，各样的嫁妆都齐备了，明年就出嫁。啊？自从我来这几年，姐妹们都不得在一处。如今我要回去了，她们又都去了。怎么？你要回去了？我今儿听见我妈和哥哥商议，叫我再耐烦1年，明年他们上来就赎我出去的呢。他们为什么要赎你？这话奇了，我又比不得是这里的家生子儿，一家子都在别处，独我一个人在这里，怎么是个了局？我不放你也难。从没这道理，就便是朝廷宫里，也得有个定例，或几年一选，几年一入，也没个长远留下人的理。别说你了，那老太太不放你也难。为什么不放？我果然是个最难得的，或者感动了老太太太太，必不放我出去。设或多给我们家几两银子，留下我，然或有之。其实我不过是个平常的人，比我强的多而且多。自我从小来了，跟着老太太先服侍了史大姑娘几年，如今又服侍了你几年。如今我们家来赎，正是该叫去的，只怕连身价也不要，就开恩叫我去呢。要是为了服侍的你好，不叫我去，断然没有的事。那服侍的好是分内应当的，不是什么奇功。我去了，人就有好的来了，不是没了我，就不成事。虽然如此说，但我一心想留下你，不怕老太太不和你母亲说，多多给你母亲些银子，她也不好意思来接你了。我妈自然不敢降，且慢说和她好说，又多给银子。就便不和她好说，一个钱不给，安心强留下我，她也不敢不依。但是咱们家从没干过这以势仗贵霸道的事，这比不得别的东西，因为你喜欢，多加了10倍的力弄了来给你，那卖的人不吃亏，可以行得。如今无故凭空留下我，与你又无益，反叫我们骨肉分离，这件事老太太太太断不肯行的。依你说，是去定了。去定了。
早知今日，我就不该弄了来。临了，就剩了我这个孤鬼。袭人自幼见宝玉性格异常，其淘气憨玩自是出于众小儿之外，更有几件千奇百怪、口不能言的毛病。仗着祖母溺爱，父母亦不能十分严谨拘管，更觉放荡持纵，任性恣情，最不喜物证。每欲劝时，料不能听。今日可巧有赎身之论，故先用骗词，以探其情，以压其气，然后好下真规。你果然留我，我自然不出去了。你倒说说，我还要怎么留你？我自己也难说了。这有什么好伤心的？咱们素日好处，再不用说。但今日你安心留我不在这上头，我只另说出3件事。你果然都依了，就是你真心留我了。刀割在脖子上，我也是不出去的了。你说哪3件？我都依你。好姐姐，亲姐姐，别说是2、3件了，就是200、300件，我也依呀。只求你们同看着我，守着我，等我有一日化成了飞灰。飞灰还不好，灰还有形有迹，还有知识。等有一日化成了一股青烟，风一吹便散了的时候，你们也顾不得我，我也顾不得你们了。只凭你们爱哪里去就去。好好的，正为劝你这些，倒说得更狠了。再不说这话了。这是头1件要改的。好，都改。还有什么？第2件，你真喜读书也罢，假喜也罢，只是在老爷跟前或在别人跟前，你别只管劈帛撬棒，只做出个喜读书的样子来，也叫老爷少生些气，在人前也好说嘴。他心里想着，我家代代念书，只从有了你，不承望你不喜读书，他已经心里又气又愧了。而且背前背后乱说那些混话。凡是读书上进的人，你就起个名字叫做陆渡。又说只除明明德外无书，都是前人自己不解圣人之书，便另出己意混窜出来的。这些话你怎么怨得老爷不生气，不时时打你，叫别人怎么想你？都改，这都是小时候不知天高地厚，信口胡说的。如今再也不说了。还有什么？再不许毁僧谤道，调脂弄粉。还有更要紧的1件，再不许吃人嘴上擦的胭脂，与那爱红的毛病。好，都改。再有什么？你快说。再没有了，只是百事多检点些，不任意任情的就是了。你若果都依了，便拿8人轿都抬不出我去了。你如果在这儿长远了，不怕没有8人叫你做？这我可不稀罕的。有那个福气，也没那个道理。纵做了，也莫甚去。这天夜里，宝玉和袭人快3更了，方才睡下。次日清晨，袭人起来便觉身体发重，头疼目胀，四肢火热。先时还挣扎得住，此后挨不住，只要睡着，因而合衣躺在床上。大夫看了说没事儿，不过手感风寒，吃1、2剂药疏散就好了。你在这儿好生勿汗，切勿牵挂操劳，安睡一觉。好妹妹，才吃了饭又睡觉。你且出去逛逛。
我前儿闹了一夜，今儿还没有歇过来，浑身酸疼。哎呀，酸疼事小，睡出来的病大。我替你解闷儿，混过困去就好了。我不困，只略歇歇。你且别说那会子再来。我往哪里去呢？见了别人就怪腻的。你既要在这里，那边却老老实实的坐着，咱们说话。我不，我也要歪着。那你就歪着吧。那没有枕头，咱们一个枕头上。放屁！外面不是枕头，拿来一个枕着。那个我不要，也不知是哪个脏婆子的。真真儿，你就是我命中的天魔星。请枕这个吧。这又是谁的指甲刮破了？哦，不是刮的，只怕是刚才替他们淘录胭脂膏子蹭上了一点儿。哎呀，你又干这些事儿了，干也罢了，必定还要再出幌子来。便是舅舅看不见，别人看见了，又当奇事新鲜话去血舌讨好，吹到舅舅耳朵里，又该大家不干净惹气呢。哎，你袖子里拢的是什么香啊？冬寒10月，谁还带什么香呢？既然如此，这香是从哪里来的？连我也不知道，想必是柜子里头的香气，衣服上熏染的也未可知。未必啊，这个香味气味奇怪，不是那些香饼子、香球子、香袋子的香。难道我也有什么罗汉真人给我些香不成？便是得了奇香，也没有亲哥哥亲兄弟，弄了花儿朵儿霜儿雪儿替我炮制，我有的就是那些俗香罢了。烦我说一句就拉上这么些，不给你个厉害你也不知道，从今儿我可不饶你。哎呀，再不敢了，再不敢了，好哥哥，我不敢了。我有奇香，你有暖香没有？什么暖香？蠢材蠢材，你有玉人家酒精来配你，人家有冷香，你就没有暖香去配。好啊，方才求饶，如今更说狠了。哎，好哥哥，饶了我吧。饶便饶你，只把袖子我闻一闻。给。这可该去了。去，不能，咱们斯斯文文的躺着说话。似林妹妹这般睡法，若是饭后贪眠，一时存了食，或夜间走了困，皆非保养身体之法，早晚得睡出真病来。她却浑不听劝，我好歹不能让她睡。好妹妹，咱们说是来了这些时日，却至今未曾轻谈。就连你几岁上京，路上见过何等景致古迹，乃至扬州有何遗迹故事、土俗民风，我一概不知。好妹妹，你且讲给我听吧。哎，你们扬州有一件大故事，你可知道？什么事儿？你们扬州有一座岱山，山上有一个林子洞。就是扯谎，自来也没听见这山。天下山水多着呢，你哪知道这些？不成，等我说完你再批评。那你且说。
林子洞里呀，原来有群耗子精。那一年腊月初7日，老耗子生做议事，因说明日乃是腊八，世上人都熬腊八粥。如今我们洞中果品短少，须得趁此打劫袭来方妙。乃拔令箭一支，遣一能干的小号前去。一时小号回报，四处查访打听已毕，唯有山下庙里果米最多。老号问米有几样，果有几品？小号道：米豆成仓，不可胜计。果品有5种：1红枣，2栗子，3烙花生，4菱角，5香芋。老号听了大喜，及时点号前去。乃拔令箭问谁去偷米？1号便接令去偷米。又拔令箭问谁去偷豆？又1号便接令去偷豆。然后都各自领令去了，只剩了香芋一种。因又拔令箭问谁去偷香芋？只见一只极小极弱的小号应道：我愿意去偷香芋。老号并众号见他这样，恐不暗恋，且怯懦无力，都不准他去。小号道：我虽年小身弱，却是法术无边，口齿伶俐，计谋深远，此去管比他们偷的还巧呢。众号忙问如何比他们偷的还巧些？小号道：我不学他们直偷，我只摇身一变，也变成个香芋，滚在香芋堆里，使人看不出听不见，却暗暗地用分身法搬运，渐渐的就搬运尽了，岂不比他们直偷硬取的巧些？众号都忙道：妙却妙，只是不知怎么个变法，你先变给我们瞧瞧。小号道：这个不难，等我变来。说毕，摇身说变，竟变出了一位最标致美貌的小姐。众号都忙笑道：变错啦，变错啦！原说是变果子的，如何变出一位小姐来呢？小号现行笑道：我说你们没见过世面，只认得这果子是香芋，却不知啊，严克林老爷家的小姐才是真正的香芋呢。我把你个烂了嘴的，我就知道你是编我呢。让你说，妹妹，饶了我吧，再也不敢了。别说了，刚才我只是闻了你身上的香味，才想到这个姑点来的。你饶慢了人，还说是姑点呢。别说了，好妹妹，再也不敢了，再也不说了。你说不说？不说了。谁说姑点呢？我也听听。话说宝玉在林黛玉房中说耗子精，宝钗撞来，讽刺宝玉元宵节不知露蜡之点。3人在屋中互相讥刺取笑。那宝玉见林黛玉不再欲睡，自己也就放心了。你急得只出汗，这会子偏又有记性了。阿弥陀佛，到底是我的好姐姐。你一般也遇见对子了，可知一报还一报，不爽不错的。到了晚上，宝玉同贾母吃过饭，宝玉挂记着袭人，便回至房中，见袭人蒙蒙睡去，晴雯、秋雯、鸳鸯、琥珀在一处耍戏，独见麝月一个人在外间灯下磨骨牌。你怎么还不玩去？没有钱。床底下都堆那么些了，还不够你数的？都玩去了，这屋里交给谁呢？哪个又病了？满屋里上的是灯，地下是火。那些老妈妈子们老天拔地的服侍了一天，也该让他们歇歇。小丫头子们也是服侍了一天，这会子还不让他们玩玩去？宝玉听了这话，心里想，这又是一个袭人。哎，也罢了，今天早上你说你头痒，也没什么事儿干，我就帮你避头吧。就是这样。走啊！还没喝就上头了。哎，你也来啊，我也替你避一下。我可没那么大福气。
只有他磨牙。谁磨牙了？你们倒给我说来听听。你去你的吧，又来问人了。你还护着？你们那点瞒神弄鬼的事儿，我可都知道。等我捞回本来再说。彼时正月内，学房中放年学，闺阁中系针线，却都是闲时。贾环也过来玩，正遇见宝钗、莺儿。宝钗素习看他一如宝玉，今听他要玩，让他上来坐到一处。就是个羊，就是六，你自己看是不是六？你耍赖，你一耍赖就是六。给钱，你给我钱，给我！越大越没规矩，难道爷们还赖你，还不快放下钱来呢？一个做爷的，还赖我们这几个钱，连我也不放在眼里。前儿我和宝二爷玩，他输了那些也没着急，下身的钱还是被几个小丫头子们一抢，他一笑也就罢了，还不住嘴！我拿什么逼宝玉呢？都怕他，都跟他好，都欺负我不是太太养的。好兄弟，快别这么说，人家笑话你。来，坐下。谁又说错你了不成？好端端的惹是生非，贫嘴嚼舌的。好兄弟，快不哭了啊！咱们一起说会子话。宝玉自幼姊妹从中长大，好了，所以弟兄之间不过尽其大概的情理就罢了，并不想自己是丈夫，需要为子弟之表率。只怪婴儿输钱耍赖。况且与贾环正数有别，也不要人怕他。大正月里哭什么？这里不好，你别处玩去。你天天念书都念糊涂了，比如这件东西不好，横竖那件好，就弃了这件取那个。难道说你守着这个东西哭一会子就好了不成？你原是来取乐玩的，既不能取乐，就到别处寻乐玩去。哭一会子就算寻乐玩了不成？倒招自己烦恼，不如快去为是。又是哪里垫了踹窝来了？你倒是搭话啊！我宝姐姐玩，婴儿欺负我，赖我钱，宝玉哥哥把我撵出来了。谁叫你上高台板去了？啊！你下流没脸又逼，哪里玩不得啊？谁叫你跑了去？倒霉死！哎呦，大正月的又怎么了？环兄弟小孩子家，一办点错了，你只教导他呀。说这些淡话做什么？听他怎么去，还有太太老爷管他呢，你就大口啐他。他现是主子，不好了，横竖有教导他的人，与你什么相干呢？环兄弟不怕，跟我玩去。我说呀，你也是个没气性的。我时常说给你，要吃要喝要玩要笑，只爱同哪个姐姐妹妹哥哥嫂子玩，就同哪个玩。你不听我的话呀，反叫这些人教的歪心邪意，狐妹子霸道的，自己不尊重，要往下流走，安着坏心还只管怨别人偏心。输了几个钱呢？你就这个样了100-200呢？多少100-200钱。亏你还是个爷呢，输了100-200钱就这个样了。去取掉钱了，姑娘们在后头玩呢，带着她玩去。是，明儿啊，你要再这么下流狐妹子，我可先打了你，打发人告诉学里，皮我揭了你。为了你这个不尊重啊，恨得你哥哥牙根直痒痒。要不是我拦着，窝心脚早把你肠子窝出来了。还不快去！三爷，快走吧。史湘云来了，和姑娘们在贾母这里大笑大说的。宝玉在宝钗一处玩，听了一起赶了过来。好哥哥好
宝姐姐，去哪儿耍的好兴致？这才来找我玩？博玉姐姐听说你过来了，忙不迭便来瞧你。你们自顾说什么私密话呢？快过来！哎，大家看这谁来了？给老太太请安。方才在哪里的？来来，妹妹坐这儿。在宝姐姐家的。我说呢，亏是在那里绊住，不然早就飞了来了。只许同你玩，替你解闷儿。我不过是偶尔去他那儿一趟，就说这话。好没意思的话，去不去管我什么事儿？我又没叫你替我解闷儿。可许你从此不理我呢。怎么又生气了？就是我说错了，你也到底坐在那里和他们说笑一会子，又来自己纳闷儿。你管我呢？我自然不敢管你，只是没个看着你自己作践了身子呢。我作践坏了身子，我死与你何干？何苦来呢？大正月里的，死了活了的。偏说死，我这会子就说死。你怕死，你长命百岁的如何？要只管像这样闹，那我还怕死呢，倒不如死了干净。正是了，要是这样闹，不如死了干净。哎呀，我说的是我死了干净，别听错话赖人。宝玉，宝玉，史大妹妹等你呢，咱们快走吧。哎，走吧。方才可听到老祖宗说的，可笑死我了。宝玉。可多了。你又来做什么？横竖如今有人和你玩，比我又会念，又会做，又会写，又会说笑，又怕你生气拉了你去。你又来干什么？死活骗我去罢了。你这么明白的人，难道连亲不见书，先不见后也不知道了？我虽是糊涂，可是这两句话的意思我也知道。这头一件，咱们俩是姑舅姊妹，那宝姐姐是两姨姊妹，你论亲戚，她比你叔啊。第二件，你先来的，咱们两个一桌子吃饭，一床上睡觉，长得这么大，她是才来的，岂有为她输你的？我难道为叫你输他？我成了个什么人了？我为的是我的心。哎，我也为的是我的心啊！难道你只知你的心，不知我的心不成？你只怨人行动嗔怪了你，你再不知道，你自己怄人难受。就拿今日天气比，今儿分明冷得这样，你怎么反倒把个清浅披风脱了呢？啊，我何尝不穿着呢？这一看你恼了，就一袍子脱了。回来伤了风，又该饿着炒吃的了。
爱哥哥，林姐姐，你们天天一处玩，我好不容易来了，也不理我一会儿。偏是咬舌最爱说话，连个二哥哥也叫不出来，只是爱哥哥爱哥哥的。回来赶煤球儿，又该你闹幺爱345了。他再不放任一点，专挑人的不好。你自己便比世人好，也犯不着见一个打趣一个。你就学惯了他，明儿连你也咬起来了呢。指出一个人来，你敢挑他，我就服你。又有什么不敢？且说出名字来。你敢挑宝姐姐的短处，就算你是好的。就说，我3不如你，他怎么不及你呢？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他呀！我哪里敢挑他的呢？这一辈子我自然比不上你，我只保佑这明儿得一个咬舌的林姐夫，时时刻刻你可定挨过去。阿弥陀佛，那才现在我眼里。林姐姐，快来追我呀！别跑，快来！慢，追不着。哎，你们去哪儿啊？这一晚，湘云仍在黛玉房中安歇。宝玉送他2人到房里，一直玩到2更多。袭人来催了几次，方回自己房中来睡。次日天明时，宝玉便又披衣及鞋往黛玉房中来。睡觉还是不老实，回来风吹了，又长这肩窝子疼了。你这次玩跑来做什么？这天还早啊，你快起来瞧瞧吧。你先出去，让我们起来。宝二爷，回避一下。宝二爷，别拿我衣裳。好漂亮，给我穿吧，给我穿吧，我的，你给我穿吧，是我衣裳。给我穿，我又在那边呢，给我穿，别闹了。快跑，别跑了，小姐别跑，宝二爷，都给我穿了，全就给我了，给我了，好不好了？给我穿，这个是我穿的，别跑了这个了，宝二爷，快进来吧。站着，我趁势洗完就完了。哎呀，宝二爷，这是姑娘用过的水。没事的，省得又过去费事了。哎，没事。怎么能行呢？宝二爷，这盆里的就不少了，不用搓了。这是林姑娘的。啊。
好姐姐，你让我梳吧。那你梳吧。好，谢谢姐姐。哎，云妹妹，你也替我梳上吧。这可不能了。哎，你先前怎么给我梳过呢？如今我忘了怎么梳呢。哎，好妹妹，我横竖不出门，又不带什么官字乐字的。好妹妹，你替我打几个散辫子也比他们好啊。好妹妹，请。好吧，来，你们坐下。来，梳子。小姐，哎呀，好哥哥，你老实点坐着吧，我给你好好编。哎，你那个珠子呢？哦，在这儿呢。咦，这珠子只3颗了，这一颗不是原先的，我记得原本是一样的，怎么少了1颗？那丢了1颗呗。必定是外头去掉下来，不妨被人捡了去，倒便宜了他。也不知是真丢的，也不知是给人镶什么带去了。哎，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不长进的毛病，什么时候才能改过？哎，二爷，就不给你，就不给你，就不给你，这是最后一口，就不给你，就不给你，好妹妹，好妹妹，就不给你，不行，就不给，不行不行，来不给不给，不给不给。下去吧。宝兄弟呢？宝姑娘，宝兄弟哪里还有在家的功夫？姊妹们和气，也有个分寸礼节，也没个黑金白日闹的。凭人怎么劝，都是耳旁风。倒别看错了这个丫头。听她说话，倒有些实践。那咱们一起说会儿话吧。平日里虽则常常见到姐姐的，却少有闲暇这样一处说话。不知姐姐多大年纪？家里还有什么人？15了，家里人都在的。那咱们一样的年纪。哎，宝姐姐来了，这时候才回来，我倒想起一事来，我先去了。那我回头再去瞧你。诶，宝姐姐和你说的这么热闹，怎么一见我就跑了呀？你问我吗？我哪里知道你们的缘故？怎么动了真气了？我哪里敢动真气？只是从今以后别再进这屋子了，横竖有人服侍你，再别来指使我，我仍旧还服侍老太太去。哎，好姐姐，这是为了什么呀？一大早的就着急动火的，你同我说一说，我再也不会了。好姐姐，你同我说一说，我再也不会了。好，哎，你姐姐她怎么了？我知道嘛，为你自己变明白了。哎，这不理我也罢，我也睡去。哼。
你也不用生气，我以后只当哑子，再也不说你一声，如何？我又怎么了？你又劝我也就罢了，方才我又没听见你劝我，我这一进来你就不理我，赌气睡了，我还摸不着这是为什么。你现在又说我恼了，我何尝听见你劝我什么话了？你心里还不明白，还等我说呢。正闹着，贾母遣人来叫宝玉吃饭，他只胡乱吃了半碗，仍回自己屋中。宝玉素知麝月与袭人亲厚，一并连麝月也不理。我可不敢惊动你们，快出去吧，快出去，出去！你叫什么名字呀？叫慧香。慧香是谁起的呀？我原叫云香的，是花大姐姐改了慧香。正经应该叫晦气吧？什么慧香呢？你姊妹几个呀？4个。你第几？第4。哎，从今后你就叫四儿吧，不必什么慧香兰气的，哪一个配得上这些花啊？莫地玷污了这些好名好姓。去，给我倒杯茶来吃。谢谢二爷赐名，此后只叫四儿吧。快去吧。哎。围观的家业凋零，富贵的金银散尽。有闻的死里逃生，无情的分明报应。签名的名一换，牵泪的泪一牵，冤冤相报是非情，分离聚合皆签定。欲知命断问前生，老来富贵也真侥幸。看破的遁入空门，痴迷的枉送了性命。欲知命断问
老来富贵也真侥幸，好意思是金鸟头领，落了片白茫茫大地，真